菲律宾仍不死心，4艘舰船强闯我国仁爱礁，南海清场，刻不容缓。菲律宾不顾两国协议，再度派出军舰强闯仁爱礁，被我国海警依法拦截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仁爱礁。仁爱礁位于南沙群岛，是我国渔民历来的捕鱼场所和避风地。仁爱礁南北长约15公里，东西长约5.6公里，是一个断续的环礁，礁盘上有若干礁门，低潮时露出，因此我国渔民称其为断节或节断。环礁顶部面积51.62平方千米，礁平面积21.37平方千米。从地图上看，仁爱礁可以大致分成2个半环，北半环礁盘较为完整，90%的面积被活珊瑚覆盖。仁爱礁南部礁体破碎，断成数节，形成若干个礁门，可以进出30吨级船只。环礁内部有西湖，面积约30平方公里，在西湖北部有多个不发育的点礁，周围水深在20米左右，中部最深处约23米，浅水区位于南部，水深约10米左右。仁爱礁地理位置优越，它的北部就是里约滩，这是我国南海4大油气富集区之一。里约滩位于九段线内，面积广大，南北长约130公里，东西宽约65公里，水深在200米以内。目前该地区拥有天然气约556亿立方米，石油约8亿吨。从地理上看，仁爱礁的西北部是美济礁，二者相距约17海里。同时，仁爱礁东部距离菲律宾非常近，从仁爱礁向东到菲律宾的巴拉望岛仅有200公里左右。在无形之中，仁爱礁成了美济礁上人工岛的屏障，可以拱卫美济岛的安全。仁爱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，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所，周边盛产七星鱼、东星斑、军曹鱼等热带珍稀鱼类。晚清以后，政府对南海管控力度尤为薄弱，南海岛礁多为殖民者侵占。二战后，我国恢复对南海诸岛的主权，并出版了《南海诸岛位置图》，将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海诸岛涵盖其中，这得到了美国、苏联等世界大国的一致认同，即官方地图中均对中国南海岛礁详细标注。菲律宾在1998年第2次挑起美济礁事件后，将目光转向了仁爱礁，宣称仁爱礁位于该国沿海大陆架上，对其拥有主权，进而否定我国对仁爱礁的主权事实。1999年，菲律宾趁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，无暇顾及南海，将美国已经退役的马德里山号军舰拖到仁爱礁，谎称搁浅，并借口守护军舰，在这里派了7名士兵进行驻扎看守。2. 菲律宾再度强闯仁爱礁。马德雷山号坐滩之后，菲律宾承诺将其修好拖走。可是20多年过去了，菲律宾言而无信。今年3月5号，菲律宾派出4艘军舰强闯仁爱礁，4艘军舰分别是2艘海警船、2艘运补船。由于菲律宾在坐滩军舰上有人员驻守，因此出于人道主义角度，我国并未阻止菲律宾对其正常的淡水和生活必需品补给，只是禁止其对军舰运送水泥、钢铁等修补性物资。菲律宾此次闯入仁爱礁，遭到我国海警依法阻止。期间，菲律宾军舰故意冲撞我国海警船，菲律宾官方还恶意煽动炒作舆论。这并不是菲律宾第一次强闯仁爱礁。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克思上台后，菲律宾在南海的政策就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杜特尔特时期，两国尚能协商，小马克思掌权后不久，就撕毁了与中国的约定，在去年8月派出4艘装满建筑材料的军舰闯入仁爱礁，企图对马德雷山号进行修补，延缓其解体速度，进而延续其对仁爱礁的非法侵占。去年菲律宾骚扰仁爱礁不下14次，且菲方还会邀记者同行，营造其受害者形象，炒作舆论。甚至小马克思否认了菲律宾向中国承诺拖走军舰的协议，并扬言即便是有，也会立刻撤销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愈加频繁，而且在今年春节期间也多次组织军舰侵闯南海，这其中就包括黄岩岛。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，是中沙群岛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。该岛扼守南海东部进出门户，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距离约为230千米，是南海岛礁中距离菲律宾最近的一个。黄岩岛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，水深一般在0.5至3米，其东南部有礁门连通外海与西湖，可通过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。侵占黄岩岛大概率是因为补给仁爱礁军舰不成，企图借黄岩岛分散我国注意力。除此以外，菲律宾近期还与越南等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端的国家加强了联系，展开所谓海上合作。3. 仁爱礁为南海问题敲响警钟。
菲律宾多次强闯仁爱礁已经表明，坐滩军舰再不处理不是长久之计，或拖或围，必须早日解决。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步步紧逼，背后跑不了美国的挑动，二者一拍即合。在菲律宾看来，那艘破船继续存在，菲律宾就有可能加强对仁爱礁的控制，同时这也暗合了美国搅动南海的心思，算是又给了一个投名状。对美国来说，中菲在仁爱礁的冲突越激烈，越方便美国做隔岸观火，渔翁得利。而且在南海问题上，东盟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，美国还可借此游说离间东盟国家，加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，掌控亚太地区。此外，菲律宾向美国新开了4个军事基地，又在2月6号下令增兵巴丹群岛，更加方便美国监控南海和台海。菲律宾形势越来越不理智，如果因此导致南海局势升级，美国横插一脚，那么就能暂时转移大陆对台海的注意力，减轻台湾压力。而美国在此期间付出的代价是可控的，不得不说其心可诛。